小林，然后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武汉4天3夜。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南京大学交换，所以我是从南京南站搭高铁2等座到汉口站，票价是200块钱人民币。然后因为我是中午来搭高铁，所以就直接来吃中国铁路的沙茶大排套餐。一个便当是30块钱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，但是我发现旁边好像吃泡面的人比较多。一下高铁就来到了慢行酒店，然后这一间酒店的优点就是它在梨黄陂路旁边，所以交通位置方便。这间酒店双人房不含早餐，一个晚上是165人民币。原本是订了3个晚上，但是因为这家酒店没有电梯，而且它的床单还有毛巾都不是很干净，所以住了1晚之后就直接退房了。在酒店放完行李之后，就来到了梨黄陂路。梨黄陂路以前属于汉口的租界，俄语是 Druzhskaya Konstitusiyeva 汉口。然后之所以会叫做梨黄陂路，是为了纪念民国前总统黎元洪的祖籍黄陂。这条路真的给人一种很惬意的感觉，而且一路走下去就可以看见八公房子。八公房子是一座俄罗斯风格的公寓，建成于西元1910年。我觉得八公房子跟上海的武康大楼有点像，就是走过去会有很多人问你说要不要拍照。然后因为我和室友没有拍照的预算，所以就直接来到了八公房子的背面，意外发现这边也超漂亮的。这边还有2间比较漂亮的酒店，然后过一个马路就是汉口江滩。我觉得汉口江滩就是跟上海外滩有点相像的感觉。我觉得大陆的星巴克真的很有特色，因为它会和当地的古建筑或是特色建筑结合，然后诞育出新的生命。这一种建筑并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，而是看见了这一个城市在历史文化脉络下的创造力以及生命力。然后听说这边是武汉最神秘的豪宅小区，难怪这边装潢的这么漂亮。可能因为我以前没有很关注武汉，所以对它没有太大的期待。可是来了真的很惊讶，因为它的欧式建筑配上那个打灯，真的很有氛围感。我觉得武汉跟其他城市比起来，就是它的人比较少，而且不会有北上广深那种满满的竞争力，所以就可以在这边有一种度假、舒适惬意、随便走走的感觉。然后走着走着就直接走到了晚上。我觉得住那个酒店好幸福哦。我也觉得很幸福，毕竟那可是武汉的玄宫饭店，是湖北省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欧洲古建筑风格饭店啊。接着呢，就继续来逛江汉路步行街，我觉得这边长得很像台湾的西门町结合夜市的感觉。我发现大陆好像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么长的夜市或是夜生活，因为像我交换学生的南京，就从来没有逛过这么长的夜市。所以我就直接把酒店定在这附近，这样就可以逛3天的夜市，吃3天的美食。晚上就来吃江汉路的苍蝇小馆芦庄。我点了一个糖醋里脊、酸辣包菜、卤藕回锅肉，还有酸辣土豆丝。这样总共是66块人民币，真的是便宜又好吃，值得推荐。哎，它的床好小一张哦，没有看到这么小的床。隔天一早就来喝来自武汉的茶饮品牌爷爷不泡茶。我真的觉得大陆的饮料店都开得很浮夸很大间，因为台湾的饮料店普遍都是很小间的。我点了一杯空山子子，还有一个层层牛奶小方面包，这样2个是13.9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很好吃。接着呢，就带着我最喜欢喝的爷爷不泡茶来到了下一站古德寺。古德寺的整体建筑面积并不大，门票是13块人民币，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逛完了。古德寺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寺庙混合了欧亚宗教建筑的特色，融合大乘、小乘和藏密3大佛教流派于一身，在藏传佛寺中实属罕见。
古德寺又被称为佛教圣地第一奇景，还有汉传佛寺第一奇观。古德寺保存着哥德式基督教教堂、罗马式天主教教堂、拜占庭式东正教教堂、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，还有印缅佛寺的建筑风格，甚至还融合了古希腊神庙的建筑风格。只能说走进古德寺真的是大开眼界，因为我去过这么多国家，真的没有看过有一个寺庙可以一次融合这么多的宗教建筑风格。而且古德寺还可以看到超多鸽子，好看。听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，因此看到一群鸽子在庙宇的屋顶上翱翔，真的是为庙宇增添了一抹神秘又古老的氛围感。但是这个鸽子真的是神出鬼没，因为我是在这边等了很久才终于拍到的，所以看鸽子这种事情，大家只能自己碰运气。中午就来吃苍蝇馆子月薪小厨。我点了一个柠檬锅包肉、鱼香肉丝，还有一个炒青菜，3道菜加2碗饭，总共是94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，但是不用特别来吃。吃完了中餐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武汉天地。然后我是看小红书上很多人都会来打卡这个大萤幕，所以才来的。这边一走进去就是一个商场。武汉天地是一个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特色街区，里面有好几栋超过150年历史的特色建筑。武汉天地是配合上海新天地，重视建筑特色保护及可持续性发展的特色，将历史建筑修缮并融入到更宽广的社区。不过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和历史结合的户外美食街，里面有很多咖啡厅、餐厅，当然还有饮料店。我每次来霸王茶姬最喜欢点的就是七里香还有琥珀光，一杯是18块人民币，真的很好喝。喝完霸王茶姬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黄鹤楼。黄鹤楼的门票旺季是70块人民币，淡季则是60块人民币。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真的很好，因为你边散步会边有鸟儿啾啾的声音。然后因为我是下午5点才抵达黄鹤楼，所以就可以直接欣赏夕阳。不过这边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像小林一样5点才来，因为黄鹤楼白天的营业时间直到6点，这样的话就只能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参观。这个位置是北方，还是我们可以去后面？于是我和室友就来到另外一边寻找更漂亮的拍摄位置，然后准备登楼。不过因为黄鹤楼的电梯是收费的，我和室友因为想省钱，所以就决定直接走上去。黄鹤楼坐落在海拔61.7公尺的蛇山顶，楼高5层，建筑面积3219平方公尺。黄鹤楼通高51.4米，楼形如黄鹤，展翅欲飞。然后屋顶是用10多万块黄色的琉璃瓦覆盖建造而成的，偶然抬头真的很壮观。接着呢，就开始努力爬楼梯，不过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，因为上面真的很漂亮。就是你爬每一层楼看见的景色都不一样，那一刹那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当然这句话本身跟黄鹤楼并没有什么关系，真正有关系的是那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
而且我是农历3月出来的黄鹤楼，3月底又去了扬州，所以就真的完成了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诗词意境配上远方水墨画般的景致，真的美得很不真实。从这边还可以看见京广铁路的列车从楼下呼啸而过。对啊，高速公路、铁路、长江、夕阳，还有远方的建筑物，真的是非常完美的构图。不得不说，这面的黄鹤楼也非常壮观。听说黄鹤楼晚上会有灯光秀，但是黄鹤楼白天的门票是70块人民币，晚上则会变成120块人民币。所以我和室友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，决定拿这一笔钱晚上去吃武昌鱼。接着呢，就一路从黄鹤楼走到武汉长江大桥。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的一座铁路、公路两用桥，也是长江上第一座永久性桥梁，因此又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。晚上就来旁边吃方掌柜武昌鱼。我点了一份樱花布丁冰淇淋、毛嘴卤鸡，还有粉蒸排骨。当然还点了最重要的泉水武昌鱼，但是我觉得武昌鱼的刺真的是又小又多，根本挑不完。这样一桌总共是168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吃起来就还可以，但是甜品真的很可爱。这个是晚上的武汉长江大桥。上面是公路，下面是铁路，真的超酷的。这个是晚上亮灯过后的黄鹤楼。接着呢，就骑脚踏车来到了下一站昙华林。昙华林是一条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文化街区。这里曾是明清时期文人雅士的聚集地，如今融合了历史建筑、文艺小店，还有现代艺术，成为了武汉最具文艺气息的打卡圣地。离开了昙华林，就回到酒店旁边的江汉路步行街。我觉得这边的街道真的很大很漂亮，而且店家很多，逛了好几天都没逛完。而且这边的黄金店真的盖得很浮夸，就瞎拍耶，有好几层楼，甚至还有人在上面跳舞呢。因为上一间酒店太可怕了，所以我和室友就决定撤退。来到了你好酒店，酒店双人房不含早餐，一个晚上是250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说还蛮舒适干净的，就是房间有一点小。没有想到它这么小。隔天一早就来到了外形壮观的湖北省博物馆。这是楚国800年展厅里的虎座鸟架鼓，这是梁庄王展厅的金沙无色蓝宝石帽顶。听说顶端的橄榄形无色蓝宝石有200克拉呢。只能说梁庄王展区真的是纸醉金迷、富贵迷人眼呐！里面不是黄金就是宝石，真的是非常的奢侈。听说这边全部都是梁庄王还有王妃爱情的见证，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陪葬品，它真的看起来很有喜感，就是看了就有点想笑。那你看前面那些东西。接着呢，就要来去看传说中的曾侯乙编钟。这个展厅真的很大，还有2层楼。曾侯乙编钟最长的那一边有7.48米，高2.65米。
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中国古代乐器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区有一种特别庄严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里面有放棺材吧，而且棺材竟然还分内棺还有外棺。听说这个外观重达7吨呢。最后就来看越王勾践剑。越王勾践剑剑长55.7公分，剑宽4.6公分，质量是875克。但是这个剑真的比我想象中的短很多，而且其实看不太到。接着呢，就搭地铁来到了下一站东湖。东湖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，是杭州西湖的6倍，也是台湾日月潭的4倍呢。所以照这样听起来，走路应该是走不完，所以我和室友就决定骑哈罗单车游湖。这一个是东湖的楚天台，整体建筑是仿照春秋时期章华台的形制所建造而成的。东湖又以它的湖光山色闻名，可是不得不说，这边真的到处都像水墨画一样，水天一色，美得很不真实。接着呢，就骑车骑到了东湖的凌波门。凌波门的意思就是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这句话就是在形容洛神体态轻盈，浮动于水波之上，缓缓行走。但是因为小林不是洛神，也不会凌波微步，走在桥上的时候真的很担心自己会掉下去。穿着长裙骑了快2个小时的脚踏车之后，就来到了汉口江滩坐轮渡。轮渡的船票一张是1.5块人民币，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。但是因为轮渡它本来就是交通性质，所以视野会有一部分被挡住。天哪，汉口江滩的夜景也太漂亮了吧，就像是七彩霓虹灯一样，跟白天完全不一样。而且这个灯光秀感觉就是特别设计过的，因为它会同时变成蓝色，又会突然变成红色，会给你一种整齐划一的视觉冲击。轮渡的码头航线是从汉口武汉关码头搭到武昌中华路码头，可以搭来回返程。轮渡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，单次航程大概是15分钟。建筑物的光影倒映在长江上，随着江水的波动熠熠生辉。这样的夜景就像走进小说里的世界一样，重点是这种感觉竟然只要1.5块就可以体验到了，所以真的非常推荐这个行程。下船之后就来看有100年历史的江汉关大楼。然后因为芦状真的便宜又好吃，所以我和室友就来吃了第2次。隔天一早就来吃饭店附近的蔡明伟武汉热干面。但是因为小林实在不喜欢吃面，而且早上根本起不来，所以我是被室友硬拖着一起去吃的。结果竟然发现这个热干面超级好吃的，而且1碗才5块人民币。接着呢，就搭地铁来到了武汉光谷空轨。武汉光谷空轨在2023年开通营运，是大陆首条悬吊式单轨系统。就是你仔细看，可以发现光谷空轨的轨道是在列车上方的。光谷空轨是无人驾驶的，拥有270度的观景车厢，还有透明地板。搭一次光谷空轨是30块人民币，但是因为小林的时候赶时间，所以没有搭到。接着呢，就再搭地铁来到下一站光谷步行街。
然后发现这里竟然也有超大黄金屋。光谷步行街的景观是由香港迪士尼团队所设计的。这就是位于光谷意大利风情街的多莫大教堂，也是整个步行街的核心地段。天哪，这个场景真的是给人一种来到欧洲的错觉。这种红色的旗帜配上雕像，真的是给你一种穿越到了童话故事里的感觉。光谷步行街是不用门票的，而且平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所以很适合拍照。最后就走到了法国风情街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很多餐厅、咖啡厅，还有饮料店。这边还有一个喷泉，真的是满满的法式浪漫。虽然光谷步行街很漂亮，也不用门票，但是我觉得它真的人少到很冷清，就是它没有迪士尼乐园那种繁华热闹的感觉，所以走起路来总觉得怪怪的。然后因为等一下就要去赶高铁了，所以就决定先吃个饭。我是这一间叫做前进五路汉堡炸鸡。我点了一个芝士瀑布鸡腿堡堡，还有蜂蜜芥末薯条，配上一杯墨香奶茶。这样优美团购买团购券是22.9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便宜又好吃，值得推荐。吃完汉堡之后，就结束这一次4天3夜走了快6万步的武汉之旅。这个线太短了吧？你不觉得这个路很远吗？